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草泥黏汉堡，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一家的第26季第5集。老爹今天过得美滋滋，明明不是周二猪排日，也有美味的肉吃猪排吃。辛巴还为他摆放镜子在餐厅也能看到客厅的电视。要问为什么，其实是因为提前度假回来的塞尔玛和帕蒂发现家里的房子被霉菌占据，辛巴想让他们先住到家里。老爹看上去显然不是很愿意，但是吃人嘴短，他只能勉强同意。结果姐妹俩刚把东西放下，就开始吞云吐雾。老爹认为这对孩子实在不利，辛巴也觉得说的在理。两姐妹慌了，扔下烟头就保证说以后绝对不会在家里抽烟，被发现一次可以立即把他们赶出去。老爹无奈，只能在家里装了无数个烟雾报警器。两人想去外面抽，结果打雷又下雨，湿漉漉的回来，把家里弄得一滩泥，气得老爹眼中的高光都碎了一地。不过他们选择了电子香烟，无污染，也不会弄响报警器，但是怎么吸都觉得找不到原本抽烟时的快感。两人实在忍不住了，堵住卫生间的门缝，从爆炸头里拿出一整套抽烟工具。为了不让人发现，还把水龙头打开了，拿出打火机，正准备点烟，嘣的一声，卫生间突然爆炸，外面的烟雾警报器全部响了起来。老爹立刻拎着两人的行李冲了过来，告诉他们应该履行承诺，但是姐妹两人可怜兮兮的求收留。于是老爹介绍他们去了一个可以聚众抽烟的地方——春田镇赛狗场。两姐妹在这里找到了自我，释放了天性，结局皆大欢喜。哦不，等等，卫生间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还在着火。见多识广的新小妹说自己之前在纪录片里看到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有人用水力压裂法开采天然气大发横财，而这种开采方式可能会对环境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小新和新小妹便动身寻找开采天然气的真凶。他们先是找到了德州老地主，觉得是因为石油不够了，所以他打起了天然气的主意。但是这个德州老地主表示，天然气里又不能跳舞，我才不会开采它呢，我为舞蹈而狂。然后在石油雨里当着小新和新小妹的面跳了3个小时的舞，还只有一种舞步，这简直就是精神污染啊！回家之后，新小妹根据卫星定位确定了水压最的地点，可小新悄悄溜了进去，发现整栋建筑都是为了掩盖内部的钻井作业，而这一切的幕后主使就是老资本家秃顶。秃顶怕这2个小孩坏了自己的好事，便让秘书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于是两人便一人拿了个气球被秘书拎了出来。新小妹觉得光靠自己和小新并不能阻止秃顶，便写信给他的偶像州众医院首位女议长。女议长收到消息，果然没有辜负新小妹的期望，放弃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到春田镇调查情况。先是到了辛普森家，看到水龙头流出来的水还在着火，便让属下拍照，还让辛普森家的小宝宝小小新和水龙头合照，作为证明这一切的罪恶的有力武器。女议长决定出席委员听证会来抨击秃顶。听证会上，女议长步步紧逼，一问接着一问，但是秃顶只能在律师指导下说自己啥也记不清。女议长勒令秃顶的开采工作必须停止。秃顶从听证会上下来，便气得直接去找这个坏自己事的女议长，两个人针锋相对，干柴烈火。然后阿珍爱上了阿强，秃顶爱上了女议长，心慈手软的自由主义和无情无义的资本主义就这样开始了一段阳光下是敌人，月光下是情人的关系。回家后的秃顶决定买下春田镇每一块地的采矿权，这样就不会有人有权利阻挠他了。而他选择让辛巴当他的说客，戴着善良面具的守财奴，辛巴简直再合适不过了。秃顶把辛巴任命为自己的能源市长开拓总监，让他把水力压裂法推销给邻居和朋友。天真到傻乎乎的辛巴就这么接受委任了，但是家里人却对他失望透顶，而且镇上的居民们也都不同意把采矿权给秃顶。电视上，女议长在媒体面前对秃顶大肆批判，现实却是他们2个还在酒店打情骂俏。另一边的居民大会上，两方谈判，科学家讲了水力压裂开采天然气对环境的危害。主持人还问辛巴有什么要讲，辛巴只说了一句：每个把矿物所有权卖给伯恩斯先生的人都将得到5000块。居民们沸腾了，开始载歌载舞，不能在合约上签字。辛巴拿着合约高兴去找秃顶邀功，但是这个时候秃顶在纠结自己的感情问题。他告诉辛巴，自己现在正在和一个毫无共同特点的女人保持那个有关系，还把女议长发给他的露骨信息展现给辛巴看。最后秃顶在辛巴不知所云的建议下，把心软片全部倒掉了，要让自己变得坚硬起来。就在秃顶公司准备重启水力压裂作业的时候，他却发现了漏网之鱼，原来是辛妈没有在合约上签字，而根据法律必须要每一位居民都在合约上签字才能进行开采作业。小镇居民们纷纷表达自己的不满，连辛巴都说对辛妈
很气，台下很快散场，只剩下秃顶一人沉浸在功亏一篑的情绪中。这时候女议长走过来安慰他，他损失的是钱，但得到的是自己。没有再吃心软片的秃顶此时心意如石，他推开女议长，告诉她这场暧昧对自己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们结束了。旁边的秘书阴沉沉一笑，说什么都逃不过自己的掌控。回到家的辛妈和辛爸大吵了一架，然后来到秃顶家负荆请罪，把锅全推给了辛妈。秃顶原本不想搭理他的，但是听到他和他太太毫无共同点之后，并把他请进家里，两人一起吐槽自己的对象，呵，男人。而正当他聊得正开心的时候，一个铁球突然砸过来，毁了秃顶的房子。外面拆迁大队蓄势待发，他们告诉秃顶要把这个房子推倒在这里，重建回收或者印第安博物馆，甚至秃顶保护区。这一切当然是女议长的手笔。受到打击的秃顶决定实施报复，他和辛爸一起重启了水力压裂作业。剧烈地震把秘密罪的地方暴露了出来。女议长开车过来警告秃顶，辛妈也带着孩子们过来劝说辛爸，让辛爸停下。辛爸也终于明白了辛妈的坚持，瞬间倒戈，干脆毁了水力压裂的设备。辛爸辛妈重归于好。旁边秃顶却非常不解，女议长走过来说，那是因为他们有激情，两颗被石头包裹的心又重新恢复正常，他们也因为激情而重归于好，即便这两个人毫无共同点。结尾处两个人在同一张床上，但是自说自话，但是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倾听对方。秃顶甚至还回了一句，虽然确实毫无共同点，甚至截然相反，但是这两个人却因为激情和爱而包容对方。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所有人都会跟别人有不同的地方，不过那又如何？生活需要包容，也因为这些不同而精彩。亲密关系中更是如此。辛妈包容了辛爸因为思考片面而犯下的错，所以两人最后才能相拥。秃顶和女议长互相包容了对方和自己的不同，所以两人最后冰释前嫌。最后希望大家也能包容一点，包容自己的独特，也包容别人的不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评论、关注，咱们下期再见，拜拜。